这支跟吉姆的还蛮像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Wiki Beer Review。我们上一周有讲到说，我们这周要介绍来自香港的酒厂。那第一个酒厂，我们先介绍的是鬼佬。鬼佬来自于香港，但是他们的酿酒师都是外国人。那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取鬼佬这个名字，因为鬼佬在广东话里面在形容外国人，因为他们两个酿酒师都是来自于国外，所以他们就用一种比较自嘲的方式，就叫自己叫鬼佬。他们的酿酒师 Matt Welsh， 他自己之前是美国 Modern Times 的 Head Brewer， 然后他还有待过 Speak Easy， 然后还有2家其他酒厂，我现在记不太住到底是哪家酒厂，反正他就是有在国外有4到5间的酒厂，是他们的品牌理念背后的理念，大概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香港这个不平凡的城市里面，然后酿造出一个非常也是不平凡的啤酒。那希望能够让香港的人都能喝到精酿啤酒的这个理念。所以呢，也因为这样子，他们的啤酒都是易饮度比较高，然后平衡度也不错。那所以这3支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系列，这是他们这边有写是 Core Range。那这3支的酒精浓度都是在最高也只有到6%而已，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把他们这个品牌，也是把精酿啤酒推到香港，生根在香港的市场里面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尝到精酿啤酒它所存在的工艺还有它的魅力所在。那第一支我们先试试看它的 Pilsner。Pilsner 呢，他们也是用经典的德式酒花，只是它这一支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在后期的时候才把酒花给加入，所以会照理说，照他们的介绍是会带比较多花香跟水果的香气。先来看看酒泡 Pilsner 很常出现的，白色，然后气泡也算是绵密。那它的酒色是金黄色的，然后非常的干净，酒色非常干净。Pilsner 很标准的外观，然后香气现在没有太多的花香跟水果香，但是有很典型德式的麦芽的香气。味道呢，现在就有花香跟一点点的水果味出来，那水果没有带太多甜，然后甜度反而都是从德式的麦芽而来，然后有带一点点的花香的就是有花的味道。它的水果都是偏酸质的水果，所以会比较像是柠檬或者是柳橙的这一方面的水果的味道。酒体很清爽，然后泡泡非常的绵密，有一点点香槟的口感，因为它泡泡还算蛮细致的，所以这支夏天应该是不错。然后易饮度也真的非常高，毕竟它只有在4%，而且是个 Pilsner。好，那第2支呢是马赛克 IPA， 这一支主要的酒花就是 Mosaic。那这个是在他们的 Core Range 里面算是在中间的一支啤酒，因为它的酒精浓度，虽然他说他们是 IPA， 它酒精浓度只在 4.8%， 所以如果是照 BJCP 的标准来说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只是一个 Session IPA。好，颜色跟一般 IPA 很像，然后泡泡当然不会有 Pilsner 这么多，但是也算是标准的。然后香气就是很饱满的马赛克酒花会有的热带水果，像是柑橘，然后葡萄柚的这些香气。那尝一下风味。这支跟吉姆的还蛮像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这支的水果就是比较 juicy 的那个口感，会比吉姆还要多一点点。那香蕉的苦度，酒花的苦度
就会比较少一些些，苦的残留不太多，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干爽，然后不太有负担的一支 IPA， 所以好喝，好喝，都跟他们品牌理念所想要传递的东西，现在都有印证在这两支啤酒。那最后一支呢，就是他们的 Proper American IPA， 那这支是在6%的 ABV。好，毕竟两个都是 IPA， 所以跟刚刚的另外一支 IPA 两个酒色都相近，然后泡泡的量也差不多。这个 IPA 有加了 Simcoe、Chinook 跟 Eureka 3个，所以也是同样比较多水果的味道。香气也是水果，然后这个我反而闻到比较多的草本，就是草grass 或者是 piney 的一点点味道。尝一下味道。好，这个呢，明显的酒花就很接近美式 IPA 该有的强度跟味道，然后酒花的苦很明显，但好处是它也不会残留太久，所以算是不太有负担的。然后风味跟刚刚闻到就是也有符合。这支有带水果，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多是松针跟一些草的味道，反而果汁肯定因为酒花用的比较多，而且又不是只有 Mosaic 酒花，所以它本身就会有草本，然后松针去平衡掉它的水果。那如果是以1到10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草系的味道会大概在7左右，然后水果味道会大概在5。那3支我觉得都是任何天气可以选择享用的啤酒。然后初学者的话，当然照顾一下初学者，就这2支喝完之后再喝这个渐进式的方式去认识 IPA 的话，我觉得这支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项。那鬼佬的啤酒呢，他们因为刚刚有讲了，品牌概念就是希望能产出非常平易近人的啤酒，所以鬼佬其实在他们的主要的产品项目里面，这3支就不会有太多的实验性或者是太让人惊艳的这些风味，但是3个都是很中规中矩，然后不会让你失望，品质很不错的啤酒。刚好呢，我们店里面有这3支的 bottle，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这支 American IPA 是 on tap。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，有些人会说，那 on tap 跟 bottle 有什么差别？同时有 cake 跟 bottle 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很确定的，它其实没有规律，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哪一支是 cake 或者是生啤或者是 bottle 比较好喝。但是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来尝试，所以在我们店里的话，可以点一个可以先点生啤，再喝 bottle， 或者是点 bottle 再喝生啤。但建议就是在同一天来尝试这2支，同时做比较，感觉会比较强烈一点。如果你是今天喝完生啤，然后隔天再来喝 bottle 的话，你前一天的那个口感或者是你所记到的风味就会有所落差。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体验，所以邀请大家可以在我们店里面还有这一些产品的时候，可以来有机会来试试看同产品，但是在不同包装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风味差异。那这是我们这一周的 Wicked Beer Review。那下一周呢，我们会持续介绍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于香港的酒厂 Heroes Beer Company。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在近期还蛮期待的一个酒厂，他们家的作品，因为他们的酒标都非常的酷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瓶子的设计也非常的独特，是我们以前都没有看到的。那是在这边就是先透露一点小讯息，那卖个关子，敬请期待我们下一周 Beer Review。拜。